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辉。那之前阿辉才刚刚开箱评测过三星 S24 Ultra， 还没看的人请看资讯卡或是说下方连结啊。那今天则是换介绍，非常多人询问就是同系列的 S24跟 S24 Plus。那这边阿辉也将 S24跟 S23 全系列总共6台机器的规格整理汇整给大家参考比较啦。那不同地方会用颜色标出来那今天影片主要会介绍 S24跟 S24 Plus 两台的差异，还有跟大哥24 Ultra 的比较，还有不同之处。那也会跟大家聊聊要怎么选择、怎么选购。那影片开始前也请大家按赞、订阅一下。那希望今年目标是10万可以达成。那如果影片用得到、帮得到你的话，也欢迎把影片分享给你可能需要的朋友谢谢大家。好，开箱其实好像没什么好开的快速带过就好，就是基本上也是一样盒装内部就是传输线、充电线，然后信卡针，然后还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充电器要另外购买，那没有手机壳。然后荧幕上面也是没有预贴保护贴，就是3台都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直接看主角啦。那今年如果说我们在 S24 Ultra 的时候说过它的机身材质跟荧幕的改变比较大的话，那 S24 跟 S24 Plus 就不能说变化不大了。基本上就是延续上一代的外形设计，然后四边荧幕的四边边框更窄，这设计应该就是说跟上代是一模一样啦。贴心大家偷换手机不容易被老婆发现。好啦，这一半开玩笑，一半真的不过我们如果仔细看 S24 跟24 Plus， 可以说升级的点应该说算整个设计更洗练，四边更窄的边框几乎可以说四边等宽看起来有更好看更精致就是质感更高。那更实际一点的进步就是如果可能这样说啦，就是因为窄边框让 S24 跟24 Plus 在几乎跟上一代完全没有变大，也没有变重，就是重量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下。在这前提下萤幕还分别小升级到 6.2 寸跟 6.7 寸，那电池还变大，这点真的非常棒，非常实用那再来是握持手感方面，3台机器也是比较大的差异的部分那其中 S24 是最小，当然它整个握持手感是最好的。然后24 Plus 今年升级到 6.7 寸的萤幕，所以它跟 6.8 寸的 S24 Ultra 的萤幕大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不过因为 S24 跟24 Plus 的视角会比较圆润，它这里边角部分，那24 Ultra 则是视角比较方正所以就算是这两台是比较接近的萤幕大小，但是24 Plus 的握持感还是明显会比 S24 Ultra 好上不少当然，就是外形设计的部分还是看人，像这个方正萤幕的 S24 Ultra， 它四边是方形的。那例如我个人就会觉得它更好看，然后更喜欢。不过这部分外形设计可以说是个人偏好，大家看喜欢哪一款外形的。不过这部分还是在所谓的大尺寸顶不顶手这个边缘的问题。不过简单来说，如果我们在手感部分讲结论的话，这部分还是可以说24没有 Plus 的，也没有Ultra 自尾这个 S24 应该是最好的，那再来是 S24 Plus， 那 S24 Ultra 因为它更大的萤幕跟四边就是直角的设计的话，我觉得跟手感2个字是没有多大的相关至少单手使用是不用想太多啦。好，萤幕部分规格3台都是三星目前最顶级的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那萤幕亮度今年3台都一样是提高到最高的2600尼特，然后这边一样也实测 S24 跟20 Plus 的最高手动亮度跟最高激发亮度给大家参考。OK， 然后今年S24 跟24 Plus 萤幕很大的升级重点就是它跟大哥 Ultra 终于用上，就是一样都是有 LTPO 的技术这个可以低到最低1赫兹的动态更新率技术，可以让机器更顺畅，同时又兼顾省电。这在稍后的电力测试部分可以看到，就是S24 跟20 Plus 今年会有不少的提升。那这也是今年可以说是24跟20 Plus 在萤幕技术部分也是追平就是 Ultra 的定位的一年。然后解析度部分24 Ultra 跟24 Plus 解析度是较高，他们都 WQHD Plus， 就是 1440p。那这也是今年24 Plus 非常值得加分的一点。那 S24 则是萤幕较小，它解析度是 Full HD， 是1080p Plus。然后其实老实说
如果 S24我们真的要说的话，它萤幕较小，然后解析度给到 Full HD Plus， 其实解析度还是够啦。你正常使用也是看不到像素点，也是远高于所谓的视网膜萤幕的标准。不过老实说，因为毕竟 S24全系列，就算是 S24，它还是旗舰机。那以前旗舰机来讲，这解析度有点像是爽度还是会差的点。如果是 Full HD Plus， 而且这很简单嘛，就是成熟大人都是我可以不用，但旗舰最好还是要有的规格哦。那我们继续看机器的外形跟设计哦。那3台机器一样哦，音量键跟电源键都是在手机的右侧。那一样，双极电源2下可以快速开启相机。那这部分你都可以自行设定。然后长按电源键可以呼叫 Bixby 的语音助理。然后当然我之前说过，你现在可以安装 Goodlock 官方的推出的套件程式，就可以自行定义，甚至用长按电源键呼叫 Google 语音都可以。那前置镜头部分啊，也是支援自动对焦的1200万像素的相机，那也支援 4K 60P， 这部分是非常优异的。那指纹辨识全系列 S24也是都是用超音波指纹辨识。那之前说过它的好处是辨识速度快，然后不需要亮萤幕哦。再来就是如果你手有点潮湿，像下小雨的天气，它解锁湿手的环境也是可以使用的。不过一样要注意的是，就是贴萤幕保护贴的话要注意玻璃保护贴。会比较挑厚度跟施工，这部分要稍微要注意的，那会影响到辨识率的灵敏度跟正确性。那机器全系列当然都有 NFC， 也支援行动支付。那一样，台湾三星手机都是有很好的传统，是可以整合支援悠游卡。好，这个悠游卡感应在台湾真的非常好用哦。然后再来就是像功能很完整，也是 S24系列的全系列的优点 ，IP68 防水跟无线充电啊，24跟20 Plus 都全系列都有支援。那信卡部分就是支援5G 加5G 的实体双卡，那台湾5G部分也是支援全频段，然后都不支援机卡扩充，所以容量部分建议就是一次选到充足。那最后放上就是24跟20 Plus 的双扬声器的实测，这部分我跟 Ultra 一起放入参考吧，之前有测过了。那这边建议大家听戴耳机啦，戴耳机听效果比较好哦。就可以自在飞翔，而我多美贵，没有荆棘。輝がたい道じゃなくて、誰かが選んだステージじゃなくて、僕想要飞翔就可以自在飞翔。想要飞翔就可以自在飞翔，而我多美贵，没有荆棘。好，相机 S24跟20 Plus 的相机规格啊，主相机是5000万像素，然后支援 OIS 光学防抖阵。那3倍的望远镜头是1000万像素，也有支援 OIS 光学防抖阵。好，再来就是1200万像素的超广角。24跟20 Plus 的相机规格一模一样，然后对，跟 S23跟23 Plus 的相机也是一模一样的。总之，阿辉这边先放上这段时间的实拍照片给大家参考啦。
然后看相片，我们在讲结论的话啦，这样 OK。第一个主镜头部分当然是 Ultra 比较好。那日常使用，因为有像素合并技术，加上更大的感光元件所以24 Ultra 的动态范围会更优异，然后或是说它的高解析度的模式细节会更好。不过其实24跟20 Plus 这个5千万像素的镜头也是算我们之前就说过，上一代就说过了，算是性能非常好、平均好拍的镜头感光元件。那如果不是非常极限的夜景，或者说你开到高像素模式去比那些细节，老实说它的差异啦，主镜头不会差到这么多。那3倍望远素质很好，这部分猜测是跟20 Ultra 是用了同一颗3倍。那在室内或是夜晚都很好用。阿慧之前也测试，我们在让张总看到拍人或是拍像猫猫狗狗，算是非常好用的。主要差异第一就是少了24 Ultra 的这个5倍光学，所以它没有像20 Ultra 这么变态一般的超长焦的拍摄望远功能。那最长啦，24跟20 Plus 的数位变焦是到30倍。那我们如果直接看样张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认为，大概如果你说24 Ultra 是10倍是优异的画质的话，30倍是可以用的话，那24跟20 Plus 大概是10倍是画质不错、尚可的程度。那15倍以内是可以用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啦。大家可以看看文章版本，我会有放大量的测试照片给大家参考。那另外一点就除了望远之外，24跟20 Plus 我觉得比较缺少的其实是超广角镜头，它不支援微距拍摄，这也是相对我觉得20 Ultra 相对之下会是比较明显差异的一点。那这部分的话，一个折中的使用方式是可以利用3倍望远去做裁切做一个拍摄的方式来做取代。那可以拍的比主镜头或是更应该算可以拍的比主镜头更大一点的放大率啦。不过真的要说，就是如果比起这个 Ultra 的超望远镜头20跟20 Plus 我觉得下一代应该还是要补上这微距功能，会是比较重要的一点。然后人像跟自拍部分就觉得大概跟20 Ultra 表现是一样优异。那人像的景深演算法基本上是相同的。那全镜头在录影部分也都支援到4K 60P这个部分是连自拍镜头都有支援，都是很加分。然后24跟20 Plus 现在包含了 Ultra 全系列都有支援 4K 120 FPS 的慢动作录影。然后除了慢动作模式之外，在手动模式、专业模式中也可以启用，就是高格数的 4K 120，然后加上有包含声音的记录。都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再来就是接着就是 AI 功能，这边要趁机说一下首先就是24跟20 Plus 跟大哥20 Ultra 的 AI 功能，就 Gaze AI 功能并没有不同，像是基于内容生成的相片旋转相片填充，那物体去移动改变大小，这部分一样都有，一样都很好用。那一样有支援通话即时语音的翻译，那像是笔记重点摘要、产生封面这些功能都有。那慢动作去产生影片影片的慢动作产生功能，这部分也是很实用。简单来说，如果你看这种 Gaze AI 这个功能，它并没有大小眼20 Plus、20 Ultra 3台都一样是一样优秀的表现。马西，来西の土曜日。马西。
下周六你有空吗？映画見に行きませんか？你想去看電影吗？その後、新宿のラーメン屋さんに行かない？在那之后，我不去新宿的拉面店，ラーメンと餃子を食べたい。我想吃拉面和饺子。好，都没有问题，那下周见。問題ありません。来週会いましょう。また来週。好的，下周见。配属された。そして配属された後も同期4人は何かと集まり、たたえ合い、笑った。好，那在最后是性能啊，那24全系列这一次都是用上高通8 Gen 3 For Galaxy 的处理器，那记忆体部分S24是8GB， 然后今年啊20 Plus 跟大哥 Ultra 一样都升级到12GB， 这也是蛮加分的。不过还是要说，尽管我是说8GB、12GB 目前使用起来都够用，不过毕竟都是旗舰机嘛，所以其实记忆体这东西哪有嫌小的，真的，我觉得真的蛮怀念 S21 Ultra 的时候的16GB 天皇版本，真的爽。旗舰机就是这样子啊，用不用得到是一回事哈，但爽度有差就是有差嘛。它这边会放上就是性能跟电力测试的数据给大家参考。其实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这性能跑分啊，我复测好几次，包含了我在测试机取得的时候有测试，然后我到上市之后拿到我自己入手的上市机都一样，性能部分反而是3台机器里面跑的最好的是 S24 Plus。大哥 Ultra 你怎么了？我真的有点蛮意外的哦。那这边有要稍微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会有想要购买比较小容量的版本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就是128GB，可能会是 UFS 3.1的颗粒版本在储存空间部分，那256GB 以上则就是高速的 UFS 4.0，这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读写速度可能会有差异，算有蛮大的差异啦，可以这样说。所以一般来说还是建议买256G 以上，这部分是比较推荐的选择。那电力部分啊，今年 S24跟20 Plus 都有，前面有说到都有的 LTPO 技术，那加上电池容量都有升级，可以说今年是电力是很有升级感的一年哦。OK， 然后电力部分看完，我们充电部分老实说就跟过去一样，24 Plus 一样是支援45瓦，那24是支援25瓦，这样会提供就是3台机器的充电实测曲线跟数据给大家参考。好，最后跟大家聊一下，就是结论就是3台机器有什么样选择的建议，还有三台差别。首先第一个，如果是你考虑到性能部分的话，其实3台差异真不是很大。那24 Plus 分数是最高的，24 Ultra 可能看看是不是未来有没有系统更新，因为其实以它规格应该可以跑到更高分、更高效能才对。那大家蛮重视在这一代的 AI 功能，就是 Galaxy AI 3台功能都有，那实际上用起来不会有任何的差别。这部分是3台是一样的地方。那主要的选择这3台机器，你如果要考虑的话，我会觉得有3点。第一个是萤幕大小，再来是相机系统，再来就是 S Pen。首先，萤幕大小还是要看你自己的喜好，或是对于手感的接受程度。有些人就喜欢小巧的身躯，或是有些人喜欢大萤幕，这都看你个人喜好。你喜欢手感好，可以单手掌握，还是喜欢大萤幕看起来比较爽快？这边还是看个人的喜好为主。那相机部分的话，24跟24 Plus 相机可以说是一样，一模一样。那24 Ultra 则是更强、更全面。那相机系统最大的差异会是在长焦跟微距的部分，然后再来是24 Ultra 跟24 Plus 啊，最大的差别还当然就是这个 S Pen 数位笔，就是底部这个它们的笔的部分。那当然就要考虑到你会不会用到这个功能。那当然你如果就算不拿来手写、不拿来画图，它也可以当做无线遥控的一个控制器。那之前都说过啦，尽管就是现在产品线整并之后名字是这样子，不过老实说，24 Ultra 更像是 Note 系列的真正继承者啊，所以你要叫它24 Ultra， 或是说它就是 Note 24 Ultra， 这也许也就是名字的差异了吧，只能说现在就是这样子。
那 OK， 以上就是影片内容啦，也请按赞、订阅、开小铃铛哦。那以后尽量，希望今年可以到10万订阅吧，然后把这影片分享给你朋友吧，谢谢大家。